那天我跟曾导，就是曾祥成老师，曾祥成导演，对，现在应该叫导演，对，在组里得叫导演。对，我们的马青山导演，对，那天还说呢，哎，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吃欧克瑟了。我的脸、身子、声音各长各的，对。端木没啥可传。对，我是个二次元，对，没有什么可隐晦的，就是我的爱好嘛。你没？你有铠甲吗？算有吧。我呀，对，上次你问过这个问题了，那个光明什么的，我记得你头像是天使兽是吧？就是像阿古如啊、卡普托啊那种特摄界的逼王啊，这一部是我啊。具体的我都不能跟你们讲了。光明兽是吧 ？OK， 我没点开看，我以为是原主。对，就现在路透有真有假，但是你们分析，他们分析的有的是对的，有的错的占大部分。下冰雹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卡六剧情很好的，卡六在下一盘大棋，卡六真的在下一盘大棋。可甲这次现场录音，现场是参考音，后期配音我们自己配。这次配音打算让演员自己配了。我争取来的。身为一个特摄厨，反正我的角色肯定是我自己，但是有一些演员他们的普通话说的不好，然后主要还有就是我嗓音太有特点了，然后争取来的我的角色反正是我自己配音。对的。你猜这个对的回的是谁？广东人配音？为什么广东人配音？我是北京人啊。
我喜欢的铠甲勇士是什么？我喜欢的是特摄，每个角色都有每个角色自己的特点。啊，不是那个问题我不会答。那个问我是不是姓甄的那个，我不会答。这个问题问的就好似问我是不是个男的。哪里人？北京人。嘿，蝙蝠翼没做好呢，蝙蝠翼没做好呢，我又订了也是帕丁森的蝙蝠侠。谢谢。好，我感觉你们再送我点儿，我又可以买玩具了。老师，你更喜欢哪一个铠甲的反派角色呢？以前，你想听实话吗？实话就是以前的反派角色都太给孩子看了，没有怎么说呢，就是这可能对于我来讲，它的魅力度不够，就是大家都描写的太草率了。你像阿瑞斯军团他们那些人，怎么说呢？是在尝试吧，但是其实你要说他真的描写的很细致嘛，其实也没有。安米修还好，对，安米修还好，因为你让我真的去想一下铠甲整个系列反派的角色，我其实会想到安米修，但别的其实你要说真的很深刻的印象吧，很少。你路透图你们也看到了，对吧？腰带召唤器你们也都看到了，但是每一个甲不一样，我只能告诉你们每个甲不一样。是啊。铠甲一大屋里边那5个里边就有我，操！不对，没有啊，没有听到，你们当不知道啊，这个东西你们当不知道，好吧？老师之前传凯六第5部男主会客串第五部。蔡荣，我说这2天跟蔡荣去吃个饭呢。我跟马帅私底下是认识的，在我演铠甲勇士之前，我们俩就认识。唉，真的，因为烈凯这个东西说白了，他是上边人的一些问题、意见什么的一些问题，以及偷偷摸摸自己擅自。周总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，所以烈凯整个制作周期、拍摄周期，周总是没有参与的。
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能怪盒子。匠心精神的，真的，盒子还是很有匠心精神的。就对于特摄来讲，盒子还是很有匠心精神的。我看过补匠，不喜欢，太傻了。补匠皮套怎么说呢？算是皮套这些看是这几部里面皮套设计里很好看的一部。但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剧情，确定我是怪人吗？你们不要以一个传统铠甲勇士的思维来看这部铠甲勇士，跟之前差别太大了。我是北京人，为什么不演铠甲的反派？我不喝豆汁儿。错料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已经被封了，为什么要聊一个被封了的东西？我想聊我想聊的 ，OK。人物塑造的问题，端木也能火成这样，就人物塑造的问题。你怎么知道回光将军有人间体？比拿瓦好，比拿瓦好。因为拿瓦的剧情我会跳着看，但是第6部我看粗剪，我是能看进去的。我不是将军，我不是将军。你们不要以一个你们现在觉得他们路透出来的内部消息，他们透露出来的内部消息来分析这个东西，我能告诉你们是错的。OK， 就很多人喜欢装逼，说自己知道了内部消息，但是内部人看来，很有趣。前5部而言，我喜欢谁的人设？前5部啊，前五部，我喜欢谁的人设？我喜欢马青山，你敢信？对，我是真的很喜欢马青山的人设。为什么被封？因为涉黑，因为之前的短剧没有上级管控，毒害了很多青少年的思维。这个你们不要小看文化啊，这个传播力对于年轻人的影响，真的就是各种的文化产品的输出很厉害的，所以上面打算管控，所以就很多东西不让拍了，之前拍过的很多东西都被封掉了。点外卖，遇事不决麦当劳。也好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不是很明白，就是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一个看了20多年特摄的人，
告诉你凯六很不错，很 OK，挺划时代，中国特摄史挺划时代意义的一部片子，包括各种的人设，包括造型，整个设定，整个东西下来都跟之前差的太多了，你不会觉得它像某一部作品。类似骑士的空我吗？对，就是跟之前的差的很多。对，你要是把空我跟修哈莱达去对比的话，空我也差距很大。凯六有下一部吗？有。没有，剧不会翻车，这部剧不会翻车的。对，这问题是，其实现在我更担心的是什么？不是剧情，不是皮套，不是演技，我其实现在还更担心的是后期这边的东西，因为我看的粗剪的版本，就是现在已经拍完的一些戏份，也有已经粗剪出来的了。然后我大概看了10集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我看的版本是没有特效的版本，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，因为我看的版本是有录现场音的嘛，所以我听起来的其实是各位演员自己现场本来的声音，然后有一些环境音，给我的感觉很像漫威的一些剧集，就是韩剧加漫威的一些剧的一种综合体。然后，但是反正我的角色我后期配音嘛，那我也会给出自己的意见。然后，但是有一些演员他们的普通话不好，但是具体会不会自己配这个东西我就不确定了。但是大家现在组里所有演员，大家的想法都是能自己配就尽量自己配了。海六出剧场版，你会去演吗？我不得不演啊，这个东西我不得不去演。铠甲感情戏很奇怪吗？铠甲影视也是人电的呀，人有感情戏，不奇怪吗？奇怪吗？两个小年轻人在一起，有点爱慕，很奇怪吗？没拍完，我之前没有拍特摄剧，《幻争斗神》整个项目搁置了。整个项目，因为它要很多的设定，它要去改。因为你们也知道，《幻争斗神》一开始这个设定是驱魔，然后民俗文化现在在管控，没有办法过审，所以整个在大改，只能静候佳音。这个东西只能说是静候佳音。这个网上报的是对的，你去看，你去查网上报出来的备案。我是北京人。谁跟你说凯六有6套的？你们又听网上人爆出来了是吧？就是不信谣，不传谣。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就是没有官方公示的东西，基本都是谣。但是我是有点抢主角风头，主要是我这个反派还强。哎，咱们能不能不要聊特别关于剧情的东西？就是我怕我真的会秃噜出来很多东西。就这个东西，我真的这样吧，我看你们问很多特别剧情、特别细节的问题，我就直接略过，好吧？聊点生活。你最喜欢的小面是布拉克，Black 龙骑，然后阿基托，
前三，我喜欢的前三。重点吃菜，吃沙拉或者纯肉也是。漫威喜欢冬兵，我其实最喜欢的漫威是恶灵骑士。你不看漫画吧？你是漫威电影粉丝还是整个漫威粉丝？我是 DC 粉，但是我漫威漫画跟电影也都看。对，我是会弹钢琴啊，我会钢琴、吉他、小提琴、贝斯。因为我是男孩子，我可能会聊男孩子喜欢的呀，女孩子喜欢的我也不懂啊。Ultra Seven， 我还有皮套呢 ，Seven。不会影响手劲啊，手劲这个东西我还打拳。极狐你怎么看？极狐我在哔哩哔哩看，我怎么看？深入下不知道呢，这个还真不知道。这个有很大一部分女粉，但是我在聊我想要的东西。你们聊的我不懂的话，我为什么要聊？对吧？我只能选择听，但是你们现在只能选择听我讲话，对不对？去学，不懂就去学，欲多不压身。而且我更想聊特摄，因为这个东西我真的很喜欢。我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一下，聊聊特摄的东西呢？对不对？你们刚刚是不是已经问过这个最喜欢哪部的问题？我已经回答过3遍了。Block， 对，老版的 Block， 昭和 ，Block and Block ROX。这个他好像不像女粉丝的是，你是觉得你是我的粉丝，我就一定要哄着你吗？我为什么要哄着你呢？你是我女朋友吗？还是你是我老婆？这个东西，我为什么要委屈我自己去不让自己开心，聊一些我聊起来不会很起劲的话题呢？超人护卫队是我们的竞品啊，肯定会看。因为超时空护卫队的整体剧情节奏太长了，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想做成美剧，但是美剧整个形式跟整个节奏不适合特摄。对，不适合特摄。蔡荣道有去看过，是啊，他是铠甲勇士，他为什么不去看？华为vivo，我今天上海没有太阳，屋里灯很黑，我不愿意开灯。
会看自己拍的作品，我肯定会看。我就要去在我的表演里去分析错误，然后下一次工作的时候去改正它。想跟我拍吻戏，有机会。老师，你会给自己做一套你自己的皮套吗？我自己的皮套太难做了呀，太复杂了呀。这个真的，哎呀，太难做了。帅是真的帅，难是真的难。它不是一个我想不想做的，我很想做，但是呢，可能某些工艺不允许。那我为什么不回头变了铠甲以后做，直接变不那个好，这个话题跳过。但是第6部你们是看不到，对，第6部你们是看不到，第6部看不到，第6部的故事在下一盘大棋，我愿称之为复仇者联盟1。君王者，哇，君王者太好看了，真的，君王者，哇！连续剧情我没说啊，那连续剧情那个我没说啊，别问了啊，换一个话题。你知道我自己憋着，其实特别想跟你们聊，但是不行，我不了，这个问题不能出现在我身上。哇，君王者真的太好看了，聊健身你们可以聊，但是我的皮套其实路透已经透出来了，我第6部的皮套反正路大。咱们聊健身吧，君王者 B 站就能看。没有火花，这次没有火花，这次的火花都是特效在做，因为上海不让有烟火，金色不了一点儿，手下败将。红不了一点，红色不，红的不是我。红的也不是我，我是反派。紫色也不是我。你觉得录像干部吗？因为反派帅啊。有啊，很多啊，我每天都在跟各位假面骑士奥特曼的皮套演员出去逛逛街。我前2天还带他们去了上海这边的魂展，去让他们体验了一下家乡的味道。因为我会说日语嘛，我可以听懂日语嘛，所以跟日方交流就很 OK。
白头发的刘马桑，刘马桑是皮眼，刘马桑是阿斯加农哦。就是你们要知道，这次阵容真的很豪华，真的是。你们如果看特摄的话，一定看过这次很多皮套演员在日本演的特摄剧，你们一定能对得上号，而且你们一定会哦。到时候你们看演职员表，到时候你们去查，你们就会哦。这次可以啊，盒子，这次盒子很用心。这怎么说呢？就是没有，这不算剧透，这个只是工作人员的事情，是幕后的事情。国产特摄最欠缺的是什么呀？国产特摄其实，国产特摄最欠缺的是市场调研，去听取一下粉丝们的想法。你可以不完全采用，但是也要考虑在其中。这是中国特摄，中国特摄其实，中国的特摄很容易自嗨，就是拍起来很容易自嗨。这个东西，没有办法，所有的片子最初的目的拍摄都是为了赚钱。那么欧菲想要赚钱，那么去做一些产品上的这些东西，假面骑士也在做呀，为什么你们不去骂万代？对吧？假面骑士也在做，为什么不去骂万代？我可能是全剧看起来皮套最霸气的一个了。行，别的我不能说了，我只能告诉你们，这次的皮演阵容非常豪华，这次的皮演阵容太豪华了。然后因为我自己也穿皮套嘛，就是我平时也有自己的假面骑士皮套，然后也会去漫展，然后去交流了一下。各位都是特摄业的前辈，对。不是养生杯，只是茶杯而已。老北京棍茶，我就唱，是吧？北京大爷。你对令和这其实怎么看？令和的话，Zero One，我觉得好看的。Zero One怎么说呢？可能后期的这个可能剧情上面有一些小瑕疵，但是整个皮套设计跟整个调性都非常的好。然后 C 吧，你们知道，就是我那天其实有问六马那个日方的演员 C 吧，在日本其实播的并不好，就是日本不知道为什么国内人气很高，然后 C 吧对于我来讲，就是整条故事线有一点太繁琐，我不是很喜欢看 C 吧，它是一部好作品，但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欢。然后 Revise 怎么说呢？也是各有好坏，我觉得 Revise 系的皮套也很好看，但是至于剧情嘛，这就因人而异，这个东西因人而异，因为其实 Revise 有很多一开始最初的设定到后来都没有实现到，然后现在的
然后是极狐，极狐非常好看，极狐非常好看。然后 Gashato， 我希望宝太郎的演技能不能再提升一点，因为女主的演技可能就那样了，但是宝太郎在成长，我是希望她成长的快一点，不然怎么说呢，就是会被骂。对。ウルトラマンな。ウルトラマンだな。初代的话，其实 OK 的。初代的话，你其实每一部奥特曼，你小时候看，跟你长大以后再去看，去仔细去看，其实都可以发现新的东西，就可以学到新的东西。对，哥查德我也是第一集实在是看不下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宝太郎的确是演技有进步，宝太郎的确是演技有进步，希望他演技能进步的再快一点啊。不过你们放心啊，就是凯六这个泰文小朋友这个演的戏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就是这宝太郎怎么说呢？可能是因为没有经验吧。然后其实我问了一下日方那边，其实每一年假面骑士的男一的压力都很大，因为基本是新人。都是无形。不光是宝太郎，每一个演员都会去看自己的评论，就所以压力会越来越大。这人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点，就是当你压力很大，特别想要做好某一件事的时候，反而容易出问题。我觉得你们不要期待凯六有日本演员，因为只要有日本演员，一定会是配音。你想，我们在现场，我在跟，就是其实很好玩的，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给你讲一些特摄里面可能你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，就是现场拍摄，皮套演员是日方嘛，在霓虹金。我是因为能听懂日语，所以我知道他哪一句说完，哪一句没说完。但其实就是很多他们不会日语的演员在跟皮套演戏的时候，你们知道皮套演员是要背台词的哦，皮套演员是要把中文的台词翻译成日文，然后背下来的，然后跟你去对戏。这并不是你自己在那儿演，后期去配个音，去给怪物配个音就好了，而是怪物的演员需要把词背下来，然后跟演员去对戏演出来的。然后不会日语的话呢，就会怎么说呢？这个东西不太好配合吧。我也会有的时候，因为你们要知道，就是翻译这个东西，有的时候它翻译是按照词翻译的，但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其实日方会不明白。然后我在现场我也会给他们去翻译，所以跟日方这个皮套演员配合的比较不错。
日本語は大丈夫。はい。我会日语啊，英语跟日语，然后我现在在学德语。那我知道他们是日本演员啊，但是你没有发现他们会配音吗？就是自己的话跟嘴对不上。不是学霸，就是会的东西多。音效没有，我想去配音效。啊 ，Deutschland 还行，德语很好学的。我要跟大家承认一个错误。我会骂脏话，但我一定会损他。就这个东西都是小贾，他其实就是经验不够。耍大牌的演员嘛，对的，就是自己能力不行还耍大牌，就很烦这种演员也是靠能力说话的。小贾还小嘛，毕竟现在很多演员年纪很小的。你包括这次凯六，其实在现场也有提一些意见吧，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我专业呀，英雄，尤其是特摄英雄，我太专业了。包括变身啊，包括整个状态啊，或者是他某一刻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，因为我看了20多年了嘛，我太知道了。然后我跟泰文也好，我跟这个小柯同志也好，我们同时有戏的时候，他们一般演戏的时候我也会看，尤其是变身的戏份，我也会看，然后去给意见，眼神啊，整个状态啊。我人情世故比他们还厉害，对，问题就在于这儿，就是我的人情世故比他们强，且专业能力比他们强。就这个东西，你要知道，很多你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你们所看到的东西，或者别人想让你们看到的东西，因为你们没在这个行业里，所以具体很多东西你们也不知道。就跟凯六路透一样，就其实很多信息都是假的。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很多路透的信息以及他们说的内部人员透露的信息，基本都是假的，只有80%是假的，只有20%可能是对的。宗导，
曾导是欧可瑟，这曾导不严格，曾导怎么说呢？他对艺术很执着，但是呢，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他不会，就如果你没有做到，他会给你耐心的去讲，然后让你再去做。然后我跟曾导我们一起在创造我的这个角色嘛，就是我会把我的想法给他，或者是我多演几遍，我会直接告诉他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曾导说 OK， 那我们按着原本的来一遍，然后按着我的来一遍，就这个样子，我们去拍2遍，一版是这2版不同的感觉，然后去后期去让曾导去挑哪一种。我最近拍什么了？铠甲勇士。你有武器吗？都会有武器啊。下辈子活成我这样的，努力啊！我现在的生活也不是我最想要的生活。我也怕我说出来什么东西，我也生怕我说出来什么东西。月薪3000怎么努力？月薪3000怎么就不能努力了呢？我好像还有月薪600的时候呢。对呀，我之前大学去勤工俭学，每个月600块钱打工挣钱，这不一样的吗？你去学习，你的能力跟你有多少的精力去投入到了对自己的打磨当中，就会相应的得到多少能力，而有多少的能力在这个社会上，你要又需要自己去用这些能力去创造机会，去得到这些能力相匹配的报酬，就是这样啊。这每天就怨天尤人的，你始终你都不会往上爬的。日语是自学的，对，德文也是。看大量的影片，加上了，其实这一次铠甲给了我很大的机会。我从进组以来，在片场就有跟日方人员一直在交流，以至于现在翻译老师看见我在，就你自己来吧，要不你帮我翻译，我去喝口水。我说哦。我厉害，我的所有能力都是自己花时间去跟自己较劲较出来的呀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其实一开始减肥是因为我胖到心脏压力承受不够，快承受不住了嘛。你想，我17岁才17岁，对，我17岁瘦下来的。我从高中开始都是210斤，一个小胖子。不是小胖子的一个小墩子，对。然后高考体检，不是高考体检，是学校体检，医生跟我说你不能再胖，你心脏快承受不住了，我才开始减肥。我练到了120斤，我觉得自己像个麻杆，不好看，然后才开始健身，练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1.82米。然后自己一开始英语不行，但是我拿到了很多好莱坞那边的这个东西的机会嘛，然后去学，自己去吭哧去学，
去满大街，我跟你讲，特别不要脸的，直接去找老外，然后拿英文就去跟人家练口语，成为朋友。所以我有很多的外国朋友，就是老美或者是英国人，就是为了锻炼口语，然后交了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朋友，然后英语口语 OK， 听说 OK 了，然后但是我还是决定，就是还先在国内发展，就是然后好莱坞那边就先那个样子了。就是跟人家这个婉拒掉，然后但是我英语学会了，然后日语是为什么呢？日语是因为我从小看假面骑士啊，看这个日漫，然后有的时候呢，你也知道字幕组呢它更的会很慢，但是日文原版会提前出来。我其实是为了听，以及我要是想买假面骑士想买模型，跑到日本去那边便宜，那么。因为很多日本人其实不会英语的，那么你就需要起码你不会说，但是你要能听懂他们说什么，然后大量的去听去记一些词。反正现在很专业的词我日语还是不会，但是日常的话，起码在日本饿不死，就是不会什么都不会到，能保证生活的一个日语状态。然后德语只是因为纯是因为我喜欢。然后现在一直在学德语。我大学读的音乐学教育。对，日本的模型很便宜。学习这个东西是当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，想变成什么样子了以后，你才会自己去主动去做的。其实学习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人类最基础的欲望，就是因为欲望，我想要什么，我想要达成什么东西，所以我要自己努力去学习。你被动的去学，学不进去的，真的学不进去的。演员是一个职业，我也可以干别的职业，我照样可以挣到钱，我照样可以过我现在的生活，我只不过是挑了一个我最喜欢的职业去干。我的所有爱好都被我搞成了我其实可以靠我的爱好挣钱的。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去提升自己，去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，多个能力多条路，就是这样。这我很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把演员当成一个很高人一等。我跟你讲，特别简单，我现在干的这个职业叫做演员。你改到改革开放之前，你改到新中国成立之前，这个职业叫做戏子。没见过我这么说我自己吧，对吧？对，没想到我不光怼别人，我还怼我自己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喜欢啊。Deutschland du hast mich 啊，德语嘛，德语听起来就是德语的很像拼音的。对，我很喜欢啾啾，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戏子挣的也很多。对，我就这么讲，那个其实戏台的戏班子挣的也不少，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有很多名角儿。对，就是名角儿啊，那个叫角儿啊，角，对，名角，不是角色是角色，对吧？名角，但是他的在职务其实在社会地位上他不受人，他的职业在社会地位上不受人尊敬的。你们就是，但是现在啊，没有这个什么三纲五常啊，什么上九流下九流这个东西，就大家都是很平等的，只不过是有些演员他劲儿拔得很高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说人家什么，人家毕竟
经济实力基础在那儿，对吧？那么他有这个资本去装逼，那么而且人家这个的确在你看来是装逼的东西，可能人家觉得就是人家很平常的东西。平常心一点。这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多为自己考虑考虑，去为自己学一些本领，因为不一定哪天你们就会用到，去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不一定哪天机会就会到你头上，但是你要没这个能力，你肯定抓不住，就这个样子。几点了？3点，我是不是播了1个小时了？我有点累，我想下播了，我想去歇一会儿。父母怎么培养我？我看假面骑士看的，我看假面骑士跟奥特曼看的。父母只是支持我看了我喜欢看的动画片，没有怎么管我。实话，就是实话。我的很多三观建立的东西，其实就是看奥特曼、看假面骑士看的。你们一直看到现在嘛？这东西从喜爱好变成都快成信仰了。别溜号，这是我说了算的吗？极狐我选谁？我选泰梨 General。一群人在广场上打的片段算是上半部的结局吗？哎，你别问我啊，01喜欢谁？01啊，01我喜欢我的朋友六马萨。01的皮套演员在组里，那么既然我们两个已经是头目大鸡了，那么我喜欢他演的角色，对。你相信光？相信吧，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光，虽然这个光不一定是以奥特曼的形式出现。怎么说呢？皮套演员，皮套穿起来，因为我自己穿过嘛，我平时去漫展，我自己有很多套皮套嘛。它的视野会很小，然后很闷很热，但其实相对来讲各有各的辛苦，各自辛苦的方向不太一样。好了，我下了，我休息一会儿。布莱泽好看呀，帅！下了，顶峰相见吧。休息了，拜拜。